人生要记住的3句话啊。刚才我说的那是标准，这3句话是什么呢？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我们很容易啊，每个人都看到自己，都觉得自个儿成，别人不成，这是我们社会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你知道自己的长处不重要，你知道自己的短处很重要。所以要看别人的长处，对吧？那帮人难处是什么呢？急人所急啊，这个帮人所需，这是过去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在过去啊，经常无偿的去帮助人家啊，别人有难处的时候一定就出手了。今天虽然我们的社会非常功利化啊，我们有时候是要用金钱去换算这件事儿，即便是拿金钱换算帮助人的事儿，我们也应该去多做。比如有人碰到困难了，你说我借你点钱啊，这是有交换的啊，说我这借你这钱，你能不能给我点利息？没关系，这依然是你帮助他了。再有呢，就是记人家的好处，不要老记人家的坏处。记人家对你的好，过去中国的文化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吧？江湖上过去2大快事嘛，一个是报仇，还一个是报恩。报恩很重要，你有能力报恩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幸福感啊，超越了以前所有。过去有这么一句话，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这其实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的名言。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有难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难，不知道别人觉得这人社会地位高，钱多，他肯定难处少。其实真的是大有大的难处。当你身居高位的时候，或者你有高的收入的时候，一旦这个收入丢掉，你的恐慌远远比低收入的人要强烈。所以我们都知道啊，遇到了这样一个100年来影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事件，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同程度的背负这件事儿。那么当这个事情来临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一定是利弊相随。世间的所有的事情一定是有利有弊的，它危机与机遇是并存的。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件事，看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在生活中做一个强者，能不能笑到最后。那我们今天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呢，表面上看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其实它不仅仅是疫情，疫情是触发这个事件的一个节点。我们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里，人类总要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艰辛和不易啊！我们要体会这种不易。我们生活中，我们想，即便没有疫情，我们是不是就变得很容易呢？也不容易。生活的本质就是不易，只不过这种特殊时期，在这个疫情的特殊时期，把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不易给放大化了。仔细去想一想哈，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的最好时代。首先，我们没有遇到战争，对吧？我们是和平社会，生活还是有序的。人类文明史上，冲突时间大于和平时间，战争是接连不断的。对中国人来说啊，从这个2战结束以后，有短暂的一个解放战争，然后到1949年到现在70年以来，我们是和平时期。除了我们上一代人还能够记住一些战争状况，像我这样的人生在新中国啊，没有感受过战争的痛苦。我们对战争的全部了解是书本上和电影里的。那么我们在长达70年的和平时间内啊，我们感受了科技的一个进步，
我们人类的重大革命，先是农业革命，其次是工业革命。我们这次是信息加智能革命。每次革命以后都会有成果诞生，让人类享受从前所未有的幸福。我们现在通过这次信息革命，我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沟通变得非常容易。今天你和你的朋友你和你的亲人，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迅速就可以沟通，还不花钱。过去打一个长途电话就很贵，打一个国际电话你想象不到的心疼过去打国际电话，我们在北京世界级的大城市打国际电话要去一个叫长话大楼、长途电话大楼，跟看病似的，要挂号，挂完号在那儿等着，喊你的号，去那个电话亭去打越洋电话一旦接通，听见亲人的声音，立刻就忘得，就是想说的话都忘得一干二净。那时候沟通成本太大。再往前没有电话的时候，那人就是捎口信呐。过去不是说你去到哪儿去说我有个亲人在那儿，你能不能给我捎一个口信那时候由于人文化程度没那么高，很多人写不了信，所以捎口信。过去不有一句话吗？说带东西带少了，带话就带多了对吧？带东西老去吃嘛，边走边吃就带少了嘛。所以我们今天由于信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利呢，我们少了一些情感。什么情感呢？第一呢是思念、牵挂。过去人由于断了信息这个思念和牵挂的情感非常的多。比如我们唐诗宋词里唐诗里有大量的羁旅诗。什么叫羁旅诗呢？就是出门了，跟家里断了关系了，所谓有思乡念家，这种情绪在古人诗歌中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就基本上没有你要想见你想见的人，打个视频你要嫌视频麻烦，你打个音频，你马上就知道他的信息，他在什么地方，他什么态度。所以我们今天是很难体会上辈人的痛苦。那我们去看看过去历史经历的大事件，才会发现我们当下的这个困难不算什么。美国在1929年到1939年10年美国大萧条时期，1/4的美国劳动力失业没失业的人呢，收入下降多少呢？40%。你们自己想想自己的收入，如果你下降40%，你觉得你还能很好的生活吗？整个美国都是为了活下去，很多家庭妇女就沦为了极为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在1929年到1939年的时候，美国大萧条时期，它的犯罪率是逐年攀升的。然后呢，很多社会现象，你比如说离婚自杀流浪，这现象变得十分的普遍。那我们不去看西方的历史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辛亥革命以后呢，我们这个清朝被推翻结束了我们长达2000多年的帝制社会。这时候呢，很多社会的这个人员就不适应，比如我们北京至少有10万人这个世袭罔替的领着官方银子的，这些人一下就断了供。那么你比如很多皇族我以前讲过，三格格溥仪的亲妹妹，一代公主，沦落到摆地摊卖香烟，摆一块毛巾，买一盒香烟，把它打开20支，一支一支的卖，去赚这个小钱。卖不掉的烟怎么办呢？自己抽。所以老太太晚年的时候，我看的时候，一根烟接一根烟的抽，对吧？每个人遇到什么事情说什么事情，遇到了这个事情一定能够迈过去。我就有时候想遇到事情我会想什么呢？想自己最近的人。比如我经常想起我爹来，我爹我跟我爹这个情感只有我自个儿知道。我爹都走了20多年了，我现在做梦有时候还梦见他。那他呢，早年读书，我爹是我们马家家族里第一个读书人，在民国时候读了10年书，在抗战的后期参加革命参军。那么参军以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呢，打的著名的战役大家比较熟的呢，有这个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是吧？到了48年的秋天9月呢，打济南战役，解放济南。
到48年11月呢，就是著名的3大战役的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都知道啊，这个长江以北啊，华东啊和中原地区就彻底解放了。那么紧跟着次年春天4月份打渡江战役，到5月份呢直接打入上海。上海战役，这是我爹那一路打过去，进入上海。进入上海以后呢，就是稳定上海局势。这个很幸运啊，在他打入上海的4年后，组织把我妈介绍给了我爸。那么按我妈的原话啊，就是我妈跟我说：“你爸看见我，我都没来得及站起来，你爸就同意了啊。”那么我爹跟我妈迅速就举行了婚礼，在上海。当年在上海怀的我，1954年年底奉命进京，我妈身怀6甲怀的我进入北京。次年的3月份，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这是我们上一代人。你看上一代人，像我爹这样的，在民国时候读过书啊，都已经当了小学教员了，按理说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毅然决然的抗日参军，啊，那整个生活的变动是我们今天的人不能想象的。不要说他们那一代人，连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的人都很难想象。比如我有2次下乡经历啊，第一次是1969年的1月份，我去了东北。那一年我14，我14岁到16岁是在东北空军的武器干校度过的，也算下乡，天天干农活。回到北京以后待了2年呢，我18岁又再度下乡，18到20岁是在北京郊区的农村度过的。我们今天说北京郊区能有多远啊？哎，在当时已经很远了啊！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事隔大概半年多了，我才能回一趟家。那么那一代人啊，你比如北京吧，北京去的知青最多的是4个地方：云南一个地方啊，陕西一个地方，陕北，然后内蒙一个地方，东北一个地方。知识青年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什么叫改变自己一生啊？户口都要迁走。我们当时是户口都迁走的，所以你看我那个北京户口啊，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户口写着1971年从黑龙江迁入。所以我那个户口本上是从黑龙江迁入。如果我当年不把户口迁过来，那我就是黑龙江人，对吧？所以那时候呢，我们今天啊都知道，我们今天户口的调动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在那个年月里，如果你调走了，你就可能永远的变成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在这种生活啊，身份的改变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改变，比如我啊，就是由一个从小理论上讲还算养尊处优，因为我从军队大院里长大嘛，军队是有保障的嘛，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家长，完全靠自己生活的一个农民。那你就要改变自己，让自己去适应一个新的生活。我们每个人啊，生活中最难预测的就是未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努力想象的很好，但是未来一定是会有风雨的。过去不是说不经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吗？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年2020年，这一年必然载入史册。我们很多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比如10年、20年乃至50年以后，有的人还会回忆这段日子，说当年如何如何，当年怎么样一个疫情，我们怎么改变的生活。我们现在今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对吧？我们想想1月份的时候、2月份的时候，尤其疫情刚来的时候，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忽然可以冷静的、辩证的看待这次疫情了。它已经不是非常悲观的负面的情绪了。有一阵子大家都非常悲观，
我们现在开始从悲观中呢走出来了，开始深思，来思考我们未来。我们未来是什么呢？是活着。我们要第一要自律，第二要健康。我们遇到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遇到事情，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因你而发生，还是因社会而发生，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提高自己面对它、应对它的能力，提高我们自己战胜苦难的一个决心。我们今天的生活还不能算苦难，它顶多是个困难。那战胜困难相对来说就更加容易一些。我们改变不了社会环境的时候，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对吧？我们生活中遇到问题都会焦虑，焦虑很正常，我有时候也焦虑，对吧？我们在快节奏中给自己的压力是大的，那我们就放慢一点节奏。我们很多自以为这个难事儿，其实是自己找的。什么是自己找的？就是因为你的欲望太多。比如我们都知道现在大量的我在新闻中看到的这个借贷、透支消费、重度网购，买一堆的没用的东西，对吧？这是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毛病。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自律。很多人跟我说这自律太难了，说这自律太难了。其实自律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我一直在说嘛，自律比他律容易人生呢，就是你如果连自己都管不好，你再管别人，或者是用别人来管你，那就更难。我们自律是什么呀？你比如你不迟到吧，上班不迟到，约会不迟到你比如我就比较烦这个约会迟到，你跟人约的时间你是无缘无故的去迟到，晚到半个小时，有什么好吗？就是因为不自律。在今天这个社会中，不自律的人一定不能够成功，对吧？那自律是什么？按照自己的要求事先的计划如期完成，就叫自律嘛。一开始我说了，我写这个唐诗宋词的这个解析的书，是吧？我就说我一天一篇，最长的达到8000字一篇文章8000字。你知道8000字光书写的时间就需要6个钟头，你就抄就6个钟头，还是快抄，慢抄就8个钟头。那么我写的痛苦不痛苦？痛苦。每次都鼓励我自己，我在头100天中一天都没有间断，其中还有多次就是胃痉挛、胃疼，疼完了以后咬着牙又坐在桌前把它写完。如果你不写，你给自己放1天假，就不是1天，一定是10天。你给自己放10天假，就叫永远永远就不想写了。我就干过这事儿我原来要写瓷器3部曲先写了瓷之色，写了1年。第2年呢，写瓷之文。瓷之文的量比瓷之色大1倍瓷之色出来是1本书，瓷之文出来是2本书，那写的我比较累。我最后3部曲的瓷之形瓷器形状怎么来的，说我休息1年再写。我现在一休息大概6年过去了，我都没有动笔。我现在就后悔，当年我要咬着牙，我瓷器3部曲早写完了。那我们今天我们活着，第二要追求的是我们的健康。第一个健康叫身体健康，第2个健康叫心理健康。我们今天在不得病的情况下，大家不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当你得病的时候，你才知道身体有多重要。你到医院，你就知道什么叫世态炎凉。得过绝症的人一定知道，生活健康是第一重要的，其他的财富金钱都不重要。我们说了这么多生活的意义，那归根到底其实就一个最简单的话，叫好好活着，去体会喜怒哀乐。生活中这是4个重要的情绪。喜不是高兴，是喜欢；怒不是发怒，是不喜欢；哀是不高兴，乐是高兴。我们生活中因为有喜怒哀乐这4种情绪，才让我们生活变得非常的丰富。如果你生活中没有悲哀的感受，你就真的不知道生活有多么幸福。每个人都要有这样一刻，对吧？什么叫悲哀？
啊，你的亲人走了，你的情人离开你，你都可能很悲哀，对吧？今年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知道了什么呢？知道了开源节流，知道了节俭，知道了存钱，啊，知道了利用这种长假期去学习新的技能，为将来蓄势待发，也意识到自律的重要性啊，学会有计划的去生活。人生苦短呐，到我这个岁数是可以说这句话的。你20岁、30岁的时候，你说人生苦短，那叫无病呻吟。我今天真的是觉得人生苦短，人说老就老了，说白头发就白了，对吧？那么我有几句话啊，就作为我们第4季第1期的结尾。第一句叫精心做事，宽容待人。精心做事是说自己，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精心，要认真。不认真，这个事情是做不成的。宽容待人呢，是对别人、对这个社会，不要对别人过于严苛，要对别人宽容，对自己可以严苛。下面还有一句叫高看别人，低看自己。我们最容易犯的问题就是低看别人，高看自己，觉得自个儿都成，别人不行。如果你想把一个事情做成，你一定要高看别人一眼，低看自己，觉得自己有问题。那么再有一句呢，就叫追求理想，控制欲望。你生活中一定要有一个理想。我先告诉你什么是理想。理想不是目标，你自个儿说我有个小目标，那是可以达到的。理想是理论上不能达到的一个愿望，不可实现。但为什么要有理想呢？是因为你要有精神支柱。你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人的欲望理论上讲是没有节制的。晚清名臣啊，李鸿章有一幅很有名的对联啊，对联上联是什么呢？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什么呢？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么高的境界呀！可惜这对联呢没有横批，那我给它补上。这横批就叫好好活着。人生的意义怎么说呢？我们严格的说啊，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你的人生不是你自个儿控制的，是你父母决定的，对吧？你生下来是你父母决定的。其实你父母也不想生下你这样一个人，是他无意识中，就算他有意识想把你生下来，但你这个人只是一个偶然，在众多的这个小虫子当中那个小虫子都是你爹的，然后撞见了你母亲排出来的，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圆球撞上去就有了你。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你爹妈给你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是一个偶然不能再偶然的事。不管你对自己是否满意你对你的自己的长相、身高、胖瘦等等、肤色、头发等等，你的先决条件都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也不是你父母能够决定的，而是你父母的基因决定的。所以我们就有了中国人就有了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是一个民族决定的。那我们今天探讨如此之大的一个话题，人生的意义呢，真的是比较沉重。所以我们就先从人生的乐趣谈起。我们人生的意义没法上来跟你说就全是各种鸡汤，所以我们只能说人生的乐趣。人生的最初的乐趣是什么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乐趣它就是你生理上的乐趣。你生理上是什么乐趣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吃，一个拉，一个进一个出这是根据马斯洛理论吃和排泄都是有快感的。所以你生下来，你对外界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依然会吸奶，吸你母亲的奶你会吮吸，这是一个快乐。所以你看那个小孩
小孩都喜欢吃那种奶嘴儿，叫安慰奶嘴儿。养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在1岁到2岁之间啊，就是不到1岁啊，就几个月到2岁之间啊，如果你给他安慰奶嘴儿，安慰奶嘴儿，有的孩子一直要吃到4、5岁，啊，不建议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嘴唇就跟小喇叭似的翻着啊。你把那个奶嘴往他嘴里搁，他满脸的幸福。我孙子就那样。那么你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你就会多一层乐趣，这个乐趣就是你精神上的乐趣。很小的小孩就有精神上的乐趣，这种精神上的乐趣首先来自于你感情的沟通，比如你小孩最愿意对着乐的人一定是你的父母，婴儿一看见父母就乐了，这就是情感上的一个沟通，这就是他精神上的一个乐趣。那么在之后，人就开始不停的成长，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同时你会有痛苦。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来自的人生中第一个痛苦一定来自于疾病。婴幼儿都有发烧，一发烧这孩子就不好了，吐奶，哭闹。他为什么哭闹啊？他不舒服嘛，他说不出来，他也不舒服。所以疾病首先给你带来的痛苦就是肉体上的，疾病给你肉体上带来的痛苦会伴随你一生，每个人都一样，你随时随刻都可能被疾病击倒，人一生当中你是躲过了无数个可能置于你死地的疾病，你如果有能力战胜它，你就是重新是条汉子。如果你没有能力战胜它那你就到天国去享受去了。那么我们肉体上的这种痛苦呢，慢慢你会发现肉体上的痛苦没那么痛苦，你更多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你得了疾病以后很多疾病你身体上的感受没那么强烈，你是精神上的感受强烈。你比如我现在每年体检，我体检的时候我最怕的事是什么呢？是那个医生面色凝重地问我说：“你们家属跟着没有？”只要他问我这句话，我就开始出汗因为我觉得好消息他会直接告诉我，恶劣的消息他一定不直接告诉我，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他跟西方人不一样。我原来认识一朋友这个在英国得了癌症。医生上来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你要想办法处理后事。”中国医生一定不对病人这么说。中国医生跟病人怎么说？中国这个医生一定跟病人说就知道你还有3月的时间，应该说：“哎呀，你这个回去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就喝点什么。”他一定这么说，拐弯抹角。所以我就知道，我就不能听这个医生跟我说这些话呀。我呢，每次体检的时候，幸亏这医生没有跟我说过这个话。每次在你体检报告中你看这个医生还是很神态自若的，跟你说你有什么问题，你的血脂是否高，你的血压是否合适，等等等等，这都是小毛病。你跟医生之间很大程度，你的精神是紧张的。你去看病，精神很紧张，所以你的痛苦可能就来自于医生告知你的信息。比如我知道一事儿，我一朋友也有点名当年呢，他被那个海外的报纸报道说他得了这个癌症，我当时就一下我就有点慌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我一打电话他就乐。那我就知道他肯定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为什么没有事儿呢？是因为他发现他的这个肝脏上有阴影，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的时候做了穿刺检查以后呢，医生说没什么事儿，是炎症。但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是一个台湾的记者。你知道炎这个字儿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说是癌症，但是在台湾它也念炎症
这个你比如有个画家叫钱松岩，他那个岩就是癌症的癌去掉病字边啊，这个字念炎症。那我们过去啊，50年代以前，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这个癌症就念炎症啊，因为这个肝炎有2种，一种就是发炎了，一种就是癌症，所以分不清楚。那么后来就把这个癌症的“癌”这个字儿就单独的，我们现在标准化的发音就叫癌症，但是过去的老的称谓叫炎症。那么你说他这事儿没事儿就是点炎症呢？台湾的这个记者听完了以后就听成了癌症啊，所以这消息发出去了，发出去后来就道歉嘛，不停的道歉。那么好在这是一个误会啊，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痛苦，还跟我乐不滋儿的跟我说这事儿。但我另外一个朋友啊，这个另外朋友呢，他就没这么幸运。他去体检的时候呢，医生跟他说呢，就说必须得跟他说你这个有问题啊，你这个基本上就是癌症，可以确认。他不相信这个医院啊，这医院3甲医院最好的医院，他又换了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得的结论跟他一模一样。他最后到了肿瘤医院啊，肿瘤医院专门看癌症的，肿瘤医院也告诉他确实是癌症，就没有什么可能是别的，也不做他想，你就尽快的准备手术。那么这时候他精神是非常痛苦的，你知道他自我承担，他没法跟他的这个家里人说啊，这个他就自我从内心默默承担这个事儿。他到单位把自己的工作全部都交代了啊，因为你去做手术，你是有可能就越来越恶化，你就没有机会再正常的回到这个社会。那么他当时他身体上并不承受痛苦，他承受的痛苦很重要的就是精神上的痛苦，跟所有人都没说啊，包括跟我也没有说。结果到医院呢，一动手术，结果不是啊，虚惊一场。然后他就找了个机会跟我去说，他就告诉我，其实最痛苦的那段时间就是精神上的痛苦，他说肉体上没有太多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想哈，你一生中啊，你的乐趣啊，你的肉体的乐趣、精神的乐趣、肉体的痛苦、精神的痛苦，依次都会向你走来，这就是你的人生。那么到这种情况下，你会说，那我为谁活着呀？那我告诉你啊，你首先是为自己活着啊，你不用跟我唱高调，你就是为自个儿活着。如果你说你怕死，那一定是你为自个儿活着。其次呢，你是为你的亲人活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亲人之间有一种维系感情的因素，叫做亲情啊。亲情是任何这个情感不能替代的，它是一种很缓慢的情绪，它不够激烈，它没有爱情那么激烈啊。但是它会长久的存在，所以你活着不仅仅为你自己，还要为你的亲人。再次，你为谁活着呢？要为你的朋友。人一生中啊，人是社会动物，他需要结识很多人。你比如我啊，我这个手机里啊，现在这个手机的无限的储存啊，里头没1万个人也得有8000个人啊，你认识人很多。那么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你有时候说我不一定是我为我的朋友活着，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的朋友失去你了，啊，或者你失去了你的朋友，你都会感到痛苦。那么你的朋友，包括你的熟人，我不是过去讲过吗？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无非是3层关系，就是亲人之间、熟人之间和生人之间。那你最后说啊，这些都是好像很功利的，你为你自己、为你的亲人、为你的朋友和熟人活着，都是很功利的，因为有利益交换嘛。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你要为这个社会活着。我们社会是靠每一个人的生命构成的。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没有生命，这社会就不存在。所以我们不唱高调，每个人都应该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那我们说到这会儿的时候，可以说一开始的这个话题，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你对你的家人，你对你的朋友啊，都很重要。如果你觉得我对他们都不重要啊，那我觉得
你就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你觉得我这个生活不重要啊，什么都很低沉啊，谁也不愿意理，那我觉得你要去看心理医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中国人不太爱看心理医生啊，中国人老觉得心理有问题呢，这个讳疾忌医啊，就不愿意跟别人说。因为过去中国人骂人之间有一句话，就说你精神病，你神经病啊，都是说你心理问题。西方人看心理医生是个很正常的。心理医生有2种，一种就是完全彻底的医生啊，你到医院去找他去啊。你把你的心理的状况跟他说，然后他给你进行心理辅导和疏导，你会舒服很多。另外一个场所呢，就是你要去到宗教场所，比如过去啊，西方社会很多人呢，他会定期的去教堂，啊，听这个牧师跟他这个做心理辅导。我们生活中啊，没有一个人的心理是强大到没有人可以攻入的。每个人的心理都有自己软弱的一面，都有自己的短板，所以需要聊天。比如朋友有可能都是你的心理医生啊。我们现在流行的词儿，比如闺蜜，闺蜜之间什么无话不说。但是我过去说过啊，亲人要生，生人要熟，熟人要亲，对吧？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它不是一个你传统认为亲人要亲，熟人要熟，生人要生，不是，它是一个轮回旋转的关系。你亲人之间要保持一个身份，熟人之间要表达一个情感，生人之间要有一种理智的沟通，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关系。如果你能很熟练地掌握这层关系，你在社会上活的就会质量很高。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啊，我们去看心理医生是个很丢人的事儿。你跟你朋友啊，跟你的闺蜜之间无话不说的时候，实际上对你心灵的创伤是有一种治愈的。无论男女，尤其这个男人啊，男人他的文化塑造的形象和社会的角色呢，都是让他坚强啊，让他一个人扛事儿。女人是可以宣泄的，所以女人的闺蜜能把自己的私人的情感不停的去跟别人说，以期获得心理的疏导。男人呢，很多时候就想不明白，就自个儿扛着，扛来扛去，就扛出病来了。我过去说过啊，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啊，不论是你从小。从很小的时候，你的话都说不利索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习，一直到你成年，啊，到你的中年，到你的老年，都需要学习。我现在每年要接受很多大量的新生事物，很多时候需要学习。但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每件事你都要学的，要学会放弃。比如，我曾经想学开车，后来我就把这事儿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脑子里老想事儿，如果我开车的时候想事儿，万一出了事情，我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自己，所以我就要放弃这件事儿。就是人生还是有放弃的东西。我过去啊，在这个节目里也讲过，人生有3个阶段，我们不妨简单的重复一下。第一个阶段叫趋利，当你完成了啊你的学业，走向社会的时候。那时候你爹妈也不能管你了，学校也不能管你。你走向社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想办法挣到钱，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当然，这个前置是不能违反法律和道德。道德是最高标准，你不违反道德是最高标准，不触犯法律是最低标准。我们如果违反了道德，你是自我谴责；如果你违反了法律，是社会制裁。啊，你比如说，我们理论上讲是不能说瞎话的，但是不幸的是，每个人都说过瞎话，我也说过瞎话。那么说瞎话的时候，它是有利弊关系的，有的是无意义瞎话，有的是这种善意的谎言。但是，一旦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道德的时候，你内心会受到自我谴责。
所以古人就要求每一个人慎独。你谨慎你一个人独处时候内心怎么想。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你不用对所有人说，你对你自己的内心说就可以了。那我们要清楚啊，我们今天全社会，这个社会不仅仅是中国，包括全球、全世界，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是为全世界设计的，不是为你个人设计的。所以你如果自己感到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我告诉你，它可能是公平的。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儿对你特别公平，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这就是社会。不要老谋求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公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实际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因为我们人和人个体之间本身是有差异的。首先男女之间就有差异，先说性别差异，然后体能差异有各种差异，先天的差异，后天的差异。所以你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希望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建设呢，希望这个社会趋向于公平。那么，所以我们设置了道德，设置了法律。设置了道德是你一生中追求的最高目标，设置了法律是你这个社会中的最低底线。法律是保护弱者的，对吧？那么我们的人生中除了第一条我们说的趋利到你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当你有了一点社会地位，我们现在说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俗的社会地位，就是你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你也结婚了，有孩子了，是吧？你觉得你趋到对应的利，我讲过，对应的利不是让你成为世界首富、中国首富、中国2富、3富、5、6、7、8富，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觉得我今天的工作，我领这份工资，我已经心安理得了，这就叫对应的利。那你开始趋名，你的趋名一定不是这个我要成为网红，我要成为一个名人不是这个趋名，而是你要注重自己的声誉。我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声誉呢，是包括你在单位、在家里、在你周圈的朋友中，别人怎么看你，你很在乎这个事儿，这个很正常。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你非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如果你在一个单位里，你就想谁爱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我就这样，那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你在乎别人对你的感受，你同样也在乎你对别人的感受。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人在名誉上考虑就会更多一些。我们人生会走过很多漫长的路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你一生中顺利的时候一定少于你麻烦的时候。我到今天依然是这样，我生活中经常会碰到各种麻烦，自己也生气，也愤怒，也无奈。但是我们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这就是社会对你的公平。社会对你认为有侵犯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一个不公平，是一个公平的现象，它要抑制你一枝独大。比如我们经常在这个社会中呢行走不管你到商店买个东西，还是你出门在哪儿存个车，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小事儿，这个跟别人发生冲突，对吧？我们看到过这个社会各种新闻中都是很多人就因为极小的一个事儿，最后惹出了人命官司。那么在这种时候，你一定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自觉的你的生活层面比较高，那么你对于弱势群体一定要处于一种比较宽宏的状态。比如你在存车的时候为2块钱、为5块钱，乃至为10块、8块钱，你跟人家冲突你说我就没那么长时间我这个就不该多付你这点钱，你为这个事儿跟人冲突十分不值。为什么呢？是因为你
所看待的时间跟他所看待的时间，你所付出的劳动和他付出的劳动是不对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调整自己的心态，注重自己的名声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多人都说我生活不幸福啊，我经常碰到这种事儿，不够幸福。为什么不幸福啊？叫财富不能自由。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啊，说的最多，就是一定要让你财务自由。什么叫财务自由啊？就是花钱不用想，这叫财务自由吗？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花钱不用想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算你财务自由了，你精神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的各种交换中啊，最容易交换的一个东西，或者说不怎么花钱的一个东西，叫情感交换。两个人如胶似漆的好起来了，突然有一天，两个人分开了，其中一个人就很着急，不管男女，他会质问对方，他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你为什么不爱我了？我现在还爱着你。”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跟另外一个状态比起来，就跟你的对方这个状态比起来，我告诉你，他比你痛苦。你翻过来想，他不爱你了啊，你的感受是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了？如果他非常爱你，你不爱他了，你想想这种感受，你会更难过，对吧？你根本不爱这个人，这个人拼命的还在爱着你，然后你又摆脱不了，你是不是心里更难过？所以，当你在财务自由爱情失落的前提下，突然发现你得了一场大病，你才发现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存在，你是否能够病愈。你忽然发现这是最重要的。我少一点钱也不重要了，我财务自由不自由也不重要了，我的爱情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有也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自个儿能够健康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遇到了各种问题的时候，应该做退一步想。人生最重要的，首先是身体健康，其次是精神健康。所以呢，我们就喝点鸡汤。我们的鸡汤有很多种啊，我现在天天看各种鸡汤啊。鸡汤我们简单的划分至少有3种，一种就叫鸡汤全称叫心灵鸡汤你千万不要理解是那个孕妇喝的鸡汤。第二种是鸡精汤我们调制出来的鸡精汤。第3种呢，你们显然也都知道了，叫毒鸡汤。比如我看到有这样的话这种鸡汤话他说：“世界上没有不弯的路，人间没有不谢的花。”人的这一生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你努力是无限的。努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说，努力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我说过很多话比如我们先说善良的人。我们小时候做人有一个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就3条。第一条，说实话。说实话是对着你内心的这个感受一个人常年的说实话是身心愉悦的。我见过这样的人，就是常年的说瞎话。说瞎话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状态。他不说瞎话他就难过，他经常说一些无意义的瞎话。比如他中午吃的面条，你问他中午吃的什么，他非说中午吃的米饭他是这样一个人说实话，这是我们人生的最低目标。第2个目标叫讲良心。我们今天很少提良心这个词儿过去我小时候老听到大人提，就说这人有良心没良心。讲良心，做事儿不要管对得起谁对得起对不起自己的内心，这就叫讲良心。第3条呢，叫做好人。做好人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低了什么样叫做一个好人？我们每个人内心中对好人的标准都是不一的，但是他一定不是坏人。所以说实话、讲良心、做好人这3条，在过去是为人的最低标准。
我们今天几乎把它提到了为人的最高标准。如果你能做到这3条啊，说实话，讲良心，做好人，你今天就在社会上是一个人格完善的人，积极向上嘛。所以，我们在这碗鸡汤啊，这碗心灵鸡汤的中呢，要说人生要记住的3句话啊。刚才我说的那是标准，这3句话是什么呢？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我们很容易啊，每个人都看到自己，都觉得自个儿成，别人不成，这是我们社会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你知道自己的长处不重要，你知道自己的短处很重要。所以要看别人的长处，对吧？那帮人难处是什么呢？急人所急啊，这个帮人所需，这是过去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在过去啊，经常无偿的去帮助人家啊，别人有难处的时候一定就出手了。今天虽然我们的社会非常功利化啊，我们有时候是要用金钱去换算这件事儿，即便是拿金钱换算帮助人的事儿，我们也应该去多做。比如有人碰到困难了，你说我借你点钱啊，这是有交换的啊，说我这借你这钱，你能不能给我点利息？没关系，这依然是你帮助他了。再有呢，就是记人家的好处，不要老记人家的坏处。记人家对你的好，过去中国的文化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吧？江湖上过去2大快事嘛，一个是报仇，还一个是报恩。报恩很重要，你有能力报恩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幸福感啊，超越了以前所有。